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亚麻达。今天做一个最近挺流行，但是我自己是很早之前就吃过的小吃，叫麻辣拌。那最早呢，我是多年以前在北京第一次吃到这种小吃的。当时我其实以为它就是麻辣烫的一个分支，觉得好像挺正常的，哪里应该都可以见到。但是后来才发现，它其实有一个很复杂的起源历史，就是最早的时候是四川那边的麻辣烫传入到东北，就是在抚顺这个地区。后来呢，又经过当地人的改良，把它变成了一种其实跟麻辣烫已经完全不一样的一种小吃。然后后来就在整个北方地区都很流行。其实就跟我们日常吃麻辣烫一样，这个食材你就是想放什么放什么，挺随意的。我平时吃麻辣烫都喜欢放很多蔬菜，什么娃娃菜、菠菜、卷心菜都可以随意。另外还有个宽粉，也挺强烈推荐大家试试看的，它很适合这种干拌类的麻辣拌。一般这种复合的酱料呢，它的调味挺随意的，大家可以按自己的口味来调整。但是呢，我会总结一些规律跟大家分享一下。首先最基础的就是咸味儿，盐跟生抽是肯定需要的。在这个基础上呢，我们还需要鲜味儿，就是蚝油。另外呢，糖其实也是必须的，因为糖可以提鲜。再往上加呢，我把它称为是增加厚度的调料，像花生酱、芝麻酱，它可以让酱的质地浓稠，同时增添坚果的香气。还有熟的白芝麻和去皮的花生仁。另外呢，就是香料的部分，这个确实是挺随意的了。我会喜欢加点孜然，还有五香粉，还有上次做捞汁小海鲜没吃完的藤椒油。再下来就是辣味成分，就是辣椒粉了。这个也是你喜欢吃辣的人呢，就多加一些。再接下来就是我称之为有刺激性气味的食材，就是葱、蒜还有香菜这些。它们主要的作用就是用刺激性的气味给酱料带来一种平衡感。最后是一个很多人会忽视，但我觉得还挺重要的，就是酸味的食材，也就是醋了。虽然在吃的时候一般大家是吃不出什么明显酸味的，但是在调料的时候加一些隐形的酸性成分，可以增加这个味道的层次感。大家平时在调制各种酱料，包括一些凉拌菜的时候，都可以按照上面的这种分类。在调制的时候，首先就是花生、芝麻酱这些厚重的酱料先混合，还有蚝油，把它们混匀。接着再慢慢的加入液态的调料，像是生抽，还有醋，都调开。然后是盐跟糖，调好味道。接着是一些粉类的，像辣椒粉，然后是蒜蓉、孜然粉、五香粉。调料加到这儿就结束了，但是我知道我还有几个东西没放进去，因为这里呢还有一个步骤是要给它泼一下热油。这一步不是必须的，但我觉得它是挺有灵魂的一步，因为香料类的粉还有蒜蓉这些都是要热油这样滋啦一声泼上去之后，它整个香味才会散发出来。另外呢，热油还起到一个加热的作用，就让这些调料都升温，然后它们就能够更好的融合在一起，香味会形成一个整体，而不是各自为政的感觉。趁热把藤椒油也加进去，现在看着有点水油分离没关系，一会儿拌开就能均匀了。然后刚刚那些食材现在可以下锅来煮了，比较难熟的可以先下锅，像是宽粉，还有鱼豆腐、牛肉丸这些。像蟹肉棒它不太耐煮的，就稍微烫一烫就可以了。另外腐竹还有魔芋丝都可以稍微多煮一会儿。接着是莴笋、娃娃菜、卷心菜，这些都烫熟就可以了。菠菜也是稍微烫一烫就行。牛肉卷我会最后一个下锅，因为它也是稍微烫一烫就可以了。另外烫过牛肉卷之后，锅里就会出现血沫了。烫好的食材都摆放到大碗中，把刚刚的酱料加进去。之前给出的酱料的这个量大概可以拌至少500克的食材，荤素都随意。如果你要吃的多一些，可以酱料多做一些。都拌好之后，就可以加最后的几个提味的食材，像葱花、香菜、
像是切碎的熟的花生仁、熟的白芝麻，这些就是随意的撒在表面，再稍微拌拌就好了。总而言之，这道菜就是真的非常随意，只要食材本身的质量好，就肯定会好吃的。之前我有强烈推荐宽粉，因为它煮完之后是这样厚厚软软，非常能够吸收酱汁，吃在嘴里是很有满足感的那种。那大家有空的话，在家也可以随意的做一下这个很随意的麻辣拌，真的是随便做做就很好吃了。希望你们喜欢。YouTube 的观众们，如果你们还想看我做什么菜，请在评论区给我留言。喜欢我的节目或者喜欢我本人，不要忘记点这里订阅我的频道，每周都会更新。咱们下周再见了，拜拜。